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影片要介绍的是 Verifier 的新产品，但是这一箱搭告它并不是正式发售的一个套件，它是所谓的试模件。那由于华人的新年才刚结束，就他们的工厂到目前还没有做一个复工的这个状态，大部分的员工都还是一个休假的状态，所以他就是赶在过年前帮我把这一套试模件给寄了出来。因为我跟 Verify 的张老板说，我想要看看产品的细节是长什么样子，那他就把它寄了出来，只是差在这一套大告在我们台湾的海关过完了他的新年，所以我今天才拿到手。那在农历新年它寄出来以前，我就先把 Aoshima 的高雄先打开了，先稍微的制作了一下，那做了一些基础部分的制作，主要我也是希望可以两家下去做个比对，看看它在2025年才上市的产品跟这个20年前的产品的差距大概会有多大。OK， 在细节的部分，在开模的这种思维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跟张老板有聊了蛮多的，张老板他是希望说他可以让玩家体验到模型的船并没有这么的难制作，虽然它的零件很多，这个是必然的，它的零件很多，但是他用了新的开模的思维，新的组装的方式，他希望可以让新手玩家，就是对船也不是很了解的玩家，可以在2-3个礼拜之内就把大告给做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想法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在玩模型的这些人当中，做船的是最少的，对，但是会做船的他就是持续就是一直做船，因为船它当个摆设也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东西。那这一艘 Aoshima 的青岛社我也是大概制作到了2/3的这个阶段，我就稍微先停工，因为我还要去制作客户所需要的大和号，对，所以就最近可能会比较忙一点。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我们的 Verifier 它的搭告这一次的板件的细节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然后跟青岛社的板件我们来拿出来做个比对看看，给各位有比较直观的一个视觉可以去看到他们的差距在哪边。那后面我们可能再拍一个试模的组装的视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这样子做。好 ，OK， 那我们就先看 Verifier 它的里面的细节表现。好，首先我们看到以 Verifier 一贯的品质来说它的盒子一样做得相当的厚实，就算它的尺寸已经比战列舰还要小了非常的多，你可以看一下，尺寸比战列舰小了非常的多，所以它的盒子也是没有偷工减料。OK， 这一套是试模件，所以里面并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蚀刻片，也没有 3D 列印件，就是纯粹的塑胶件，所以我们看的全部就是它板件的细节。一样船身它是使用的这个纸板就固定在里面的。那Aoshima的话，它就是这样子，用个塑胶袋把它给包装起来。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Verify 的船身是很难会在盒子里面有滑来滑去的现象，所以也不会对板件造成所谓的刮伤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船身的细节是长什么样子首先我们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钢板的纹路，钢板的纹路做得非常的明显，然后上面都带有铆钉，
听到了没？它是有铆钉的，但它铆钉开得很小。细节做得相当的锐利，相当的漂亮。OK， 然后它跟 Aoshima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它把防雷鼓包这一块直接开在模具上面，这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 Verifier 它目前就会只能出高雄、爱宕以及摩耶，没办法出鸟海。目前，你看一下 Aoshima 它为了要模具可以共用，所以它包含这边的鱼雷发射的这一些开口，它也另外开其他的零件，让你再下去组装。然后防雷鼓包它是没有的，防雷鼓包在这边，它是必须要另外安装的，因为鸟海并没有防雷鼓包这个东西。然后呢，以板件来说，你看它给你的是刻线，并没有钢板的断差的纹路这一些。那既然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就更不可能会有铆钉。所以以船身的细节来说的话 ，Verifier 的细节它就相对的非常的漂亮。这是船身的部分。OK， 那再来呢，我们看烟囱。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烟囱上面它是有铆钉的，你会看到它有铆钉，都有铆钉的设计。然后 Aoshima 的呢，以烟囱来讲的话 ，Aoshima 的烟囱并没有比较差，也是蛮漂亮的。它把环晶也直接设计在上面，刻线也直接设计在上面，然后爬梯也设计在上面。那 Verifier 为了要体现这些细节，所以它就是先把带有铆钉的烟囱开给你，而且它分成了3个面去开铆钉。你看，这个是右侧的烟囱，这个是左侧烟囱，但是前面呢，在这里，前面那一块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在前面，它一样都开铆钉给你。如果它是以左右两侧合的模具的话，那上面的这一面的铆钉就有可能在离模的时候被扯到变形，所以 Verifier 它有顾虑到这一点，它把烟囱分成了3个部件下去开，这个就想得非常的周到。然后你看它这个后面这个圆滚滚的这一个第二烟囱，它在最后面的这一个部分就没有铆钉。对不对？就到转角的这个部分，它必须要取消铆钉，不然它的铆钉一定会变形。这个是它有去顾虑到的细节。OK， 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小艇 ，Verifier 的小艇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看过的所有厂商里面，小艇做的最漂亮的就是 Verifier。尤其是这种最小的这一种，你看它几乎没有那种塑料的推出孔做在上面，它把它设计在旁边，所以它可以很完整的保留小艇里面的所有的细节。所以 Verifier 的小艇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好，这个是主炮。主炮的方式呢，它是采用左右然后底板上面和后面前侧很多附件所拼凑起来的东西。然后 Aoshima 的就相对的非常的简单。Aoshima 整个主炮直接开给你，可是这一些通风的这些通风格就全部都不见了，
这是模具的受限的限制的关系，所以它没办法开出这些东西。虽然以主炮来讲的话 ，Aoshima 并没有算非常的差，不过以 Verifier 的来讲的话，它的细致度，你可以看到它除了这些隔热板以外，它上面还有开出了一些小凸点，这一些它都有，所以主炮的细节表现它一定会好很多。那如果你是买标准版的话，它有可能会少了一些零件，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的配置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是买标准版的话，万一它没有附上炮衣的话，我觉得它应该会有炮衣啊。可是万一没有的话，其实 Verifier 的炮衣，你看它的布料的皱褶也是很漂亮的啊。然后你看一下Aoshima的，它就是给了你几条线，就当做炮衣的皱褶，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Verifier 的主炮的表现，它一定会比 Aoshima 的好很多。那 Verifier 的高雄，它的大高呢是1944年的版本，所以你就看到它的前桅杆这个部位是实心的，1942年的版本它是空心的。然后顺带提到一点，虽然青岛社的高雄，它标榜的是1942年的高雄，问题是它的板件里面也都是有附上1944的零件，所以你要做成1944年的高雄也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零件在安装的时候，你要去参考一些历史上的照片，你才有办法去分辨那是什么时候该装什么东西。好，再来这个就是整块甲板，那可以说明 Verifier 为了要开发搭告高雄的这一艘船，它必须要开4片甲板，然后2组船身，才可以完成高雄级的4艘它的同级舰的设计。因为我们知道摩耶没有，它最后是没有第3主炮，然后鸟海是没有防雷鼓包，所以很多东西Aoshima的设计它是可以共用模具的，所以在开发上的话，在制造上的话，Aoshima它是可以省略掉很多的模具的。你看这个第3主炮这个位置，它就直接把你开了一个空缺，所以你可以去不断的更换板件，去达成其他不一样的同级件。这个就是 Aoshima 的设计理念，好吗？也没有不好，厂商省钱，东西卖的便宜一点，其实这个也是好的一个方式。只是如果它长久以来，或者是模具损坏以后，你在拼凑这一块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造成前后间隙过大，那你要补的缝就会更多。那相对而言的话 ，Verifier 它直接在这个时候就把整块甲板都设计出来给你了，你不需要任何的拼接，所以模具上来讲的话 ，Verifier 下的成本反而比较高。那制作出来的话，玩家拿到手也会比较轻松，在做这个东西。OK， 日军的巡洋舰上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油布甲板的压条，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日本海军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上面会有一些直的跟横的交叉的这一种纹路，这个 Aoshima 是有做出来的，然后我这个是直接切了其他的金属条下去粘贴的，看起来就是这样。好，那 Verifier 它没有，为什么？因为它的标准版就会附上整面的甲板压条，就跟一个网子一样，直接盖下去，然后全部的压条都在上面，所以制作上更简单。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拿到的是市售版的 Verifier， 不管是标准版或者是豪华版，我在制作这个压条的时候，我的工作流程可能会稍微改变一下，就我喷上了油布甲板的颜色，甲板上全部都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东西，有没有？
都没有什么通气管啊、舱门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遮蔽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好遮蔽这些东西，因为它都是平面的，没有什么凸起物，你会很好遮。喷完了油布甲板的颜色，全部用遮蔽胶带贴起来，然后组装到船身上。组好了以后，栏杆都粘好了，全部都弄好了，然后剑桥什么都上色，全部都几乎快组装完了。最后开始安装主炮的时候，你把整面的网状的油布甲板压条贴下去，好，就完工了。所以这一点我不得不相信张老板说的，他希望可以让新手在3个礼拜之内去完成高雄号，所以他在开发这一条船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去设计这些零件，然后细节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它的飞行甲板的这一些焊缝、这些纹路。那青岛社呢，也没有说非常的弱，它在飞行甲板的这个部分，它是直接把轨道给你设计在上面，然后用了很大面积的防滑纹路。对，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制作出来的话，如果以青岛社的产品来说，制作出来就会跟我刚刚拿的那一艘一样，会组装的时候会算有点复杂。说真的是有点复杂，因为以高雄号的设计，它有很多东西是环环相扣的。对，那 Verifire 的这个设计，等我这几天开始制作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去猜他是用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心态啊、什么样的功法在设计这艘船。对，所以就后面我会再补上这套试模件的制作过程啊、给大家看啊。然后我是目前为止看到它的表现，以塑胶件的表现来讲是相当的不错的。然后我会尽快用最快的速度把试模件稍微组装起来，然后看一下哪边的缝隙比较大，或者是哪边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啊。那各位以后就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要不要购买 Verifire 的高雄号，或者是你要选青岛社的高雄号，这个都可以。对啊，不过我还是会比较推 Verifire 的高雄号。因为青岛社的高雄我已经做了2/3了，几乎快要是完工的状态，但是它是真的不是很好做的东西啊。说实在的，该有缝隙的地方一个没有少该有变形的地方全部都变形。那如果我没有使用了施明的那个细节提升套件的话，我相信我做出来的高雄号会非常的普通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细节可言。对，所以就好，大概各位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啊，我先把 Verifire 的试模件先做起来再给大家参考。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好，谢谢各位。